大家好，欢迎回到 Jade 的频道。到下个月14号呢，我就在北美旅居满1年了。今天这一期，咱们不聊旅途中的美食美景，也不讲修车故事，而是来谈一谈一个海外旅居旅行的干货，一个对你自由出行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签证和护照。我知道大家对海外旅居签证相关的问题都非常的感兴趣。其实在我自己出发之前，我最担心的问题也是签证相关的问题。因为旅行上的很多事情自己都有控制权，但是海关会给你多长的时间，会重大的影响你的行程，而你又完全没有控制权和决定权。所以今天这一期呢，很想跟大家聊一聊我这1年以来在签证相关上面积累的一些经验和一些小 tips， 看能不能帮大家解答一些疑惑。这次呢，就专门收集了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来一起解答看一看。第一个是你在北美旅行所持的证件是什么？我在北美旅行所带的证件就是我的中国护照，然后在我的中国护照里有我的美国10年的 B 类旅行签证和加拿大的旅行签证。旅行的签证是怎么解决的呢？对于美签来说，你首先填一个 DS160 的表格，缴纳$185的签证费。在你支付完这个签证费之后，你会收到一个收据的编号，你就用这个编号呢去预约面签。但是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面试的排期有可能会非常的长。我记得我当时是23年的5月底进行申请的，但是当时在成都的美领馆，在 COVID 期间他们撤销了，然后离成都最近的美领馆是在武汉，但是在武汉没有面试的这个业务，所以我就只能到广州去进行面试。广州是一个面试非常热门的地点，所以尽管我是在5月底就进行了这个 DS160 表格的申请，但是真正等我排到面试的时候已经是11月初了，所以中间有大概4-5个月的时间就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进展，只能是在等待当中。当时去美领馆面试的时候，我大概是留了3-4天的时间，一方面是在广州进行我的面签，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广州进行一个小小的旅游。我当时所带的一些文件就是我的护照、我的照片，然后我也带了我的银行存款、我的出入境记录，但是实际用到的文件就只有我的照片和我的护照，其他的文件签证官是没有看的。然后他问了我一些非常常规的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去美国？我就说因为我要去旅行。他说你要跟谁一起去旅行？我就跟他说 Me, myself and I。 然后他就很幽默的回我说，那我就祝你们3个在美国玩得开心。所以就很顺利的拿到了美国的签证。在进行面签的时候，你是在当下就可以知道你的美签面试结果的。如果通过了的话，你就把护照留在美领馆，然后你自己可以回家。这个带有美签的护照就会邮寄到你当时所留下的邮寄地址，大概就是2周的时间左右。所以当时在广州的美领馆知道美签通过之后，我就马上开始着手申请加拿大的旅游签。申请加拿大的旅游签，首先你要在加拿大的移民局官网创建一个叫 GCK 的账户，交纳签证费和指纹录入费之后，你会在1-2周之后收到一封叫做采集指纹等生物信息的邮件，在邮件上面会给你当地的加拿大签证中心，也就是 VAC 的地址，然后会告诉你需要带哪些东西，到那个签证中心去回答一些问题，然后录入你的指纹。跟美签办理不一样的是，加拿大的签证你不会在当下收到面试结果，而是需要回家等待2到8周。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先办理了美签的话，这个等待的时间会被大大缩短。因为当你在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问题就会问你是否拥有美签。如果那个选项你选的是勾，你的贴签信会来得非常快。我大概是在1周之后就收到了贴签信，这个贴签信就是告诉你，你需要把你的护照和一些的文件寄到某个签证中心去，然后大概再等2-3周的时间，他们就会把已经贴好签的护照再邮寄回给你。理论上加拿大旅游签的有效期跟美签是一样的10年有效期，但是它有一个问题是，加拿大旅行签的有效期和你的护照有效期是一致的，所以我当时遇到的问题是，我的护照有效期只剩下1年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导致我的加拿大签证的有效期也非常的短。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如果你的护照有效期不够长的话，有机会的话先去更新你的护照，然后再去申请加拿大的签证，这样你就不用重复的交一些签证的换发费用。
经过加拿大去阿拉斯加之前，要不要办去加拿大的签证？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直北上去阿拉斯加，中途你是要经过加拿大的。对于拥有美国护照的持有者来说，你是不需要办理加拿大任何签证，拥有你的美国护照，加拿大对你们来说是免签的。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拥有美国的签证，并不能进行免签，还是要办理加拿大的签证。旅行签能够待多久呢？对于美国的 B 类签证来说， B1、B2 是属于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个签证一般来说会给你3个月的停留期，但是最长会给到6个月。它这个签证本身的有效期是10年，所以在这个10年当中你可以多次的入境。对于加拿大来说，是你每次入境的时候它就自动给你6个月的签证。我目前来说每次入境都是拿到的6个月签证，所以我觉得时间是非常充足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个6个月时间是怎么算的呢？这跟我想的非常不一样。我刚上路的时候以为的是，只要你出境再入境，它就会重新给你时间，那么我就可以重新要求他给我2个月啊，或者给我6个月。但是当时我入境阿拉斯加的时候，那个海关告诉我说，我当时依然在我上一个签证的有效期，也就是说你的上一个签证还没有过期的话，即使你在这个期间出境了，再次入境的时候也不能给你一个新的签证，而是会给你上一个签证所剩下的时间。只有等你上一个签证也过期的话，你才可以重新要求给新的签证时间。但是这个结果也不是肯定的，因为你的这个离境情况还要被海关认定为有效离境才可以。关于有效离境，我们下一个问题会更详细的讲一讲。加拿大6个月签证计算方法跟美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你必须要等待你的签证有效期过期，你才能要求新的签证。如果是在没有过期的阶段，你再次入境的时间就是你上一个签证的剩下的时间。所以我当时在阿拉斯加就只剩下1个多月的时间。我当时觉得有点庆幸，因为1个多月的时间刚好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时间。如果不凑巧的话，只剩下比如说2个星期，就会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到底是在加拿大等2个星期，等我的签证失效了再入境阿拉斯加呢，还是在阿拉斯加就只待2个星期呢？所以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是要一路北上这样出境再入境的话，就一定要把自己的签证时间规划好。你可以要求你的第一次入境的时间稍微短一些，这样保证你在入境阿拉斯加的时候你是可以重新申请新的签证时间的。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把签证的时间放到最长6个月，给阿拉斯加留下充足的时间。现在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才能算作是有效的离境。因为当时经过阿拉斯加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就是美国和加拿大是邻界的2个国家，但是你在这2个国家来回窜的话，其实是不能够算作有效离境的。关于有效出境的解释完全归属于海关所有，而每个海关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阿拉斯加的海关告诉我说，你必须要回你的祖国一趟，我的情况就是我必须要回中国一趟。You got your initial 6 months. Going through Canada, that's not what they call a meaningful departure as far as leaving the U.S. If you leave, you end up going back to, say, China, and you're there for a couple months, and then you end up coming back here again. That is what we consider a meaningful departure. 所以那会儿我就非常的焦虑，因为我的计划是先北上，然后再南下，经过中美和南美。这样的话就是无可避免的，我要再入境美国一次。如果我要回中国一趟的话，一切就会变得非常麻烦。我需要把我的车寄存在加拿大，然后我人要飞回中国，然后我要再从中国待一段时间再飞回来，然后在加拿大拿上我的车再开回美国的下州，就会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第4个问题是，离开阿拉斯加再进入美国能拿到新的 visa 吗？我的答案就是 depends， 你必须要向海关能够证明你没有意愿待在他们的国家，然后你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你真的需要经过他们的国家。所以我当时就是被盘问了很久。其实我的这个状况，我每次入境申请新的 visa 时间的时候都会被盘查很久。其他的车辆在入境的时候都是回答几个问题，然后他们就可以开走了，就几分钟而已。但是每次轮到我的时候，
我就是会回答非常长的问题，然后他会让我把车停在某个地方，然后我自己得到他们旁边的那个屋子里去接受其他人员的继续盘问。我觉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因为我的很多的旅行的特点跟其他旅行者都不一样。首先，我是一个旅居的生活方式，不是短期的旅行，所以导致我在他们的国家境内会待非常久的时间。所以在他们的出入境记录来看，我就是在他们国家会待上4-5个月，然后我出境可能1-2个月，我就又回到他们国家4-5个月，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到我们国家怎么会待这么久。还有一个就是我是一个单身女性，然后我自己在这边旅行，他们就可能觉得你是不是过来结婚的，或者你是不是过来找工作的，所以也很说不通，也不是很常见的情况。我觉得如果你是什么家庭旅行，然后只待个1-2个星期，应该不会遇到像我这种情况。对，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在我刚进行旅行的时候，我是没有收入的，我的自媒体收入大概就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状态。所以在旅行当中他会问到你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什么收入来支撑你的旅行。对于那个问题，我最开始的回答就是我用我的存款，然后我需要用很多的证明来告诉他们，你看我的这个银行账户，证明我的存款是足够能维持我的旅行的。所以这些种种情况加在一起吧，时间又待得长，然后我的身份又是一个单身的女性，然后又是没有什么收入来源，然后又是几乎在最开始的时候属于没有工作的状态吧，因为没有收入就代表没有工作嘛，自媒体也算不上是一个传统行业的工作，所以整个身份就觉得会非常的可疑。还有一点非常可疑，就是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旅行路线，因为他们一般常规问题就会说你到我们国家你想具体的拜访哪里，然后你订的酒店的地址是在哪里，但这些我都没有。我的旅行非常的 flexible， 非常的随意，然后我也根本不会预定什么酒店或者营地，我就跟他们说我大概只有一个方向，可能会去某个州，然后我住的地方就是住在我的车里，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每次都会进入到2次审查的阶段。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小窍门，就是你在2次审查的时候回答他们的这些问题，主要就是为了证明你不会待在他们的境内，虽然你是长期待在他们境内，但是你不会永久留在他们的境内，所以你就要证明3点，一个是你有经济来源，一个是你有具体的旅行路线，还有就是你可以给他们看你以往的足迹。当时第2次审查，我的那个人盘问了我很久的问题，我当时就说我要去南美，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具体旅行路线，但是我可能会经过德州，然后我要去德州，他就会问我，那你具体去德州去哪个城市？我就说去 Austin， 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要去 Austin？ 我说那有一个我的朋友，我可能要去拜访他，然后他就会问我，那你跟你那个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就等等一系列的追问下去。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不可以回答一些诗和远方的答案，而是要给他一些非常现实的答案。因为之后有一个比较年长的人跟我分享，他说他入海关的时候，别人也问他的旅行动机，他就说他想去多看看这个世界，然后他就通过了。我就觉得这本来也是我的答案呀，我最开始我也是这么回答的，但是那个审查我的人就是抿嘴一笑，然后看着我摇头不语，然后我就发现我不能用这个答案，我必须回答一些非常现实的答案，而不是这种诗和远方的答案。所以后来我跟那个编查官问了很久，我都觉得他把我过去4-5年的足迹都要被扒光了。然后后来我们才说到 YouTube 的事情，我就跟他说我有个自媒体，然后我给他看了我的自媒体账号，那会儿是10月份，所以自媒体开始有收入了。然后签证官突然跟我说，那你是不是 Travel YouTuber 啊？我就想说，世界上还有个东西叫做 Travel YouTuber， 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是 Travel YouTuber 的话，我就能够理解了，因为你们的生活 lifestyle 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们就是要在各个国家之间来回的窜，然后你们会在同一个国家可能会待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这种旅居的 lifestyle。我说这样吗？那我就是那个 Travel YouTuber。然后他说那好，那我这次就再给你6个月，但是下次按照你的计划，你是要去中美和南美，你下次再回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在中美和南美待上足够长的时间。
然后我就问他，那足够长的时间是指多久呢？他就说起码也得个6个月1年吧。所以我就发现，对于有效离境的解释，每个边防官都不一样。等我真正从南美回来，估计是从California 或者是从德州入境，那个时候对有效离境的解释应该就是那边的海关的解释了。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向他们证明的就是我没有一个长期留在他们国家的这个意愿。我觉得 Travel YouTuber 这件事情是我以后出入境的时候都会最先提到的我的一个身份，因为它不光就是可以告知对方我的收入来源是什么，也告诉对方我是真的在旅行，没有在他们国家要去工作要去结婚的意愿，也可以给他们看看我以往的足迹。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份职业过后，我过出入境其实要容易很多。其实我想起我出入境被盘问最久的一次，其实是从成都飞到 Los Angeles 那次。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做自媒体，我大概只 PO 了一个视频吧，然后算不上是工作，所以处于是无业无收入的状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有一些存款，然后我跟他说我现在是在用我的 savings 在 travel， 他就会问了非常详细的信息，但是最终我还是把他说服了，然后他给了我6个月的时间。入境的时候，边检官会问哪些常见的问题呢？这一年多我出入境大概5次吧，每次都有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来，你具体要去哪里，然后你的路线是什么，你有没有带武器，有没有带现金，有没有什么食品需要申报。我一般的回答就是我过来旅行，然后我没有具体的旅行路线，我住的话我就住我的车里，走到哪儿停到哪儿睡在哪儿。然后我的武器大概就是有一个 bear spray。最开始的话有人说 bear spray 是不可以带的，但是我入境加拿大的时候那个海关说完全没有问题，所以 bear spray 我就一直带到现在，就出入境美国加拿大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现金的话我几乎没有带过现金，我全部都在卡上面。我觉得在北美旅行也没有必要带现金，所有地方都几乎能够用卡，现金几乎都没有用到过。持有美签 B1、B2 签证在美国长期旅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觉得有一个就是需要确保你的中国护照有效期是在6个月以上，因为不管是去美国还是去海外的其他一些国家，如果你的中国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的话，在入境的时候可能是会被拦下来的。我当时其实很想在国内更新我的护照，但是国内的要求是，如果你的护照没有破损或者丢失，你的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是不可以去申请更换的。但是在海外的话，这个规矩会放宽一点。在美国这边是，如果你的护照有效期只剩下1年了，你就可以去申请更换你的护照。所以我当下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护照会在今年的6月份过期，我需要在海外更新我的护照。这也是下一个问题，如何在海外更新护照，需要多长的时间？如果你跟我一样需要在海外更新护照的话，你需要找到中国在海外的领事馆。对于美国来说呢，领事馆就会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你需要先下载注册一个中国领事的 APP， 然后在上面填好你的信息，进行实名认证，然后你就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或者任何的银行卡提交23美元的护照换发费，然后就可以等待初审了。大概是1-2天的工作日，你就可以收到初审的结果。当时我收到的反馈就是我选的领馆位置有问题，因为你需要找到你提供你的海外住址所管辖的领事馆去进行护照的换发。我当时提供的住址是我在美国的驾照，那个是 Colorado 州的，然后我收到的反馈意见就是你的这个地址其实是属于 Los Angeles 管辖，所以我就不能够在旧金山办理我的护照。然后我就给他们写了一个非常粗糙的申请信，内容大概就是我现在在房车旅行，我的车就在旧金山，所以能不能允许我就近办理我的护照。然后他们非常的通融，就说好吧你来，然后给我了一个表格，然后跟我说我的照片可能也需要调整一下，然后建议我用一个微信的什么小程序，这样可以看我的照片到底合不合格。然后填完那个表格过后再交给他们复审，又过了几个工作日过后就说 OK 了，你可以到领事馆来进行复审了。复审的话就是到领事馆录入你的指纹信息，然后工作人员会给你进行拍照，然后会收走你的护照。复审完毕过后，你会发现你在中国领事 APP 上面的订单状态会显示为复审通过，新护照正在制作当中。接下来你就是等待你的新护照制作好，然后你就可以去领了。
但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需要注意的点，就是中国领事馆同时过中国的节日和美国的节日，所以我当时遇到的问题是当时是临近春节，然后春节完了又是美国的什么一个叫做 President 的 Holiday， 所以整个等待新护照制作的流程就是被拖延了1个多星期左右。所以如果你要办理护照相关的东西的话，最好能够提前查看日历，然后错开这些节假日。我当时问那个办理的工作人员，我说我知道你们要放假，但是你们要放多久？他说春节我们要放1周。我说那我需要等多久才可以拿到我的新护照？他说你要等1个多月，所以我觉得时间还是蛮长的。不过后来觉得很惊喜，就是大概在2个星期之后，我就发现我的订单状态变为护照已制作成功，请等待邮寄或者去道馆领取。所以我大概是前段时间非常开心的去大使馆，然后领取到了我的新护照。这个时候你领到的护照是2本护照，他会把旧护照同样给你，然后新护照和旧护照的护照号码是不一样的。你的新护照上面会写下你的旧护照的号码，但是它上面不会有你的美签和加签，所以从此以后你的旅行都会需要带2本护照，这样你才会拥有所有你需要用到的签证信息。总体来说，我觉得在中国换发护照这个过程非常的快速和便捷，尤其是当你打开中国领事 APP 的时候，那个第一个页面就是祖国一直在你身后，所以就是觉得非常的安心和便捷。你可以通过微信，通过支付宝，通过 Money Order，通过 Visa 卡，各种各样的付款方式，从申请护照到最后拿到手，一共就是3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面还包括了他们的春节假期，所以我觉得效率也是非常高的。目前来说，我觉得在北美旅行所拥有的证件其实是非常少的，就是一个护照，一个美国的旅行签证，一个加拿大的签证，而且每次入境我都是拿到了6个月的时间，感觉非常的充足，旅行就可以真正的到达这种旅居的状态，不需要很着急的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在北美旅行还是非常的简单便捷的。之后我可能会去中美和南美，中间就会经过非常多的国家了，很多国家可能就只能待1个月或者3个月，但是我目前了解的信息来看，至少我走东边这条线的话，很多国家都是对拥有美签的持有者是免签的状态。但是具体真的会遇到什么问题，可能要等我真正的走到那里了，才能回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期视频呢，跟以往的所有视频一样，都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所观察到的这个世界，分享一些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些小 tips。我知道每个人会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情况和遇到独特的问题，我会在视频的简介里面留下非常官方的一些联系方式，比如说邮箱、官网和电话，大家可以去寻求非常官方的帮助。祝大家一切顺利，然后我们下期再见。Yes, I'm filming a video, so I'm filming a video. Oh, pizza. Okay, thank you. Oh my goodness. I cannot eat it. I'm on a diet.